香港媒体公开表态，他们将对象称为无可救药的文盲，并提到了王一博、迪丽热巴和赵露思。在香港媒体发布的头条新闻和文章中，迪丽热巴和王一博被认定为极度文盲。最近央视的一篇文章是一篇报道的重点，它详细介绍了春节放映的其中一部电影中的一位演员，他在路演期间接受了采访。演员在采访中被问了3个问题。一部昙花一现的花花公子几个月就结束了，看不懂剧情。因为这段闭路电视画面中的例子，很容易看出王一博和赵露思就是被拍到的人。香港媒体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透露了这个名字。发布会上，王一博被问及对电影《无名之辈》男主角叶先生的感受，他在扮演这个角色时有哪些考虑？他以几秒钟的沉默回答，不知道风该怎么回答。叶先生是对能够穿越时空的人的称呼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起初他是一无所知，但随后他脱口而出，我觉得这个问题用处不大，拒绝参与。在回答问题之前，他又逗留了几秒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，对不起。就看电影吧，真诚永远是通往天堂的途径。报道除了讨论陈情令的才华，还提到了风起洛阳，这导致王一博被誉为电影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。早年王一博的黑历史被曝光，他的一些文化问题来自他的表演和表演，比如来这里参观写着一个，他把保佑祖国的前3面写成家，与写湖南城相同，湖南省简称湖南市。早在韩国练习生时期，粉丝们就认为王一博学习的机会很少，冠以高文盲之名。王一博没受过多少教育，引发了超过20亿次的讨论。不仅如此，香港媒体还宣布赵露思去年在胡同区拍摄了一部电影。然而，在开始制作后的几个月里，我无法确定故事的背景，因为1950年代实际上是20年代。一些影迷认为它实际上是在宣传一部1921年的电影，但实际上他很困惑。小华获得的名气在各国引发热议，有网友表示，他们的来历也很惨。如果把赵露思换成别的名字，总不能说她不识字吧？有人认为王一博应该留在韩国发展，然而很多人不同意这个想法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不会说自己的母语，还希望他在韩国演戏、主持和唱歌。尽管出现在镜头前或在观众面前表演很困难，但许多年轻人还是努力成为名人或视频博主。他们认为这是通往成功的最简单途径，并且比其他选择更渴望它。例如，有人评论说，这些明星教会人们寻找成功的捷径。年幼的孩子认为努力学习是无用的，因为这些明星认为他们读书不多，他们更有可能成功，因为他们不努力学习。某些名人对社会有很大影响，这就是为什么对你的言行保持谨慎很重要。此外，报道还提到了易烊千玺和迪丽热巴之间的竞争幽默。迪丽热巴正确回答了3乘以7的问题，写出了24。易烊千玺把康的部首写成了病，而不是空。如果人们缺乏教育或无法学习，他们可能会被贴上未受过教育的标签。相反，决定一个人教育水平的是学习所需的决心和技能。付费获得更多经验和学习的人将被认为受过更多教育，这有助于人们通过更好地理解整体情节和隐含主题，更深入地挖掘剧本和人物背后的真实含义。当然，这需要很长时间。当我完成拍摄时，人们很难理解我无力谈论我所从事的角色和项目。就算有人记得拍戏时导演的解释，也能说出1、2、3吧。当人们记错了建档时间，赵露思的名字就惨遭史书抹去。24岁的女演员赵露思凭借一张甜美的脸蛋，凭借传闻中的陈芊芊走红。历史剧《胡同》讲述了3个不同时代的女强人的故事，由女演员赵露思、演员蔡文静和女演员关晓彤主演。这部电影的片段在网上分享后，人们指责这部电影是宣传片。不过也有影迷指出，赵露思在1921年代还在拍故事。在3个不同的时代，一部爱国历史剧以3个强大的女性角色为特色，
他们被称为胡同。蔡文静、关晓彤和赵露思主演了这部电影。然而，尽管粉丝们为这部电影辩护，但网友们在看到宣传片后却对它进行了攻击。他们声称这部电影太新了，不能被认为是历史性的，没有必要混淆使用的时间。这部剧是单元剧，拍摄时间短。新片《无名之辈》的宣传非常成功，让王一博在央视被大众贴上了绝命文盲的标签。赵露思的过去在《解放日报》发文时被挖出并公开贴上与王一博相似的标签。然而，央视网使用搜索引擎却没有找到赵露思的关键词，这让很多网友担心，如果赵露思受到官方媒体的关注，她的其他作品也会受到审查的影响。艺考过后的吴磊状态很糟糕，批判艺术考试的结果于12月公布，不少粉丝到场支持吴磊女友阿姨妈妈。吴磊的弟弟三蛋在考试时显得自信而不张扬，吴磊想要成功的决心从他戴着面具的眼睛里流露出来。北京电影学院是他选择的艺术考试学校，即使没有人看到，他也很自信地伪装了起来。小时候，我插一面旗帜，宣示我的梦想。没有人忘记这一声明。弟弟30说，有朝一日他也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。我们的弟弟30在北京电影学院考场时穿着一件蓝色的羽绒服，他帅气阳光，脸上挂着笑容。他们凭借颜值无愧于新一代女杀手，新生自然渴望北电作为高质量的艺术教育。查看考场外排长队的申请者，30哥在排队等候时保持着应有的姿势和风度，实属难得一见。他冷静专注的姿态使他不太容易生病或屈服于疲劳，他的力量依赖于他的劳动。张艺谋的电影《影》、阿修罗和2018年的《沙海》同年首映。吴磊带着糟糕的状态走出考场，当他准备考试时，记者和粉丝聚集在房间外面。我太累了，无法确定三蛋沮丧的表情是否影响了我。30哥因为在宝喵哥身边，所以成为了很多问题的焦点。三蛋和宝喵的脸色都有些阴沉。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人数向来不多，然而他们最近宣布了减少招生的计划，以应对来自希望被学校录取的学生越来越大的压力。逆力三蛋的弟弟或许还是会感到一些压力的，因为考场上的高手很多，没有把握就会有人杀黑马。吴磊有着不可思议的学术能力，他一定会赢得北京电影学院。即使在考试后精疲力尽的情况下，他仍然有精力提醒其他人注意脚下并帮助跌倒的人。当他看到有人绊倒时，他总是立即帮助他们。另外，尽管给他施加了任何压力，他还是毫不费力地获胜。